回故乡的第一站，周深来看望自己的童年阴影——黔灵山的网红猴子。你这个爬得好，没有技术含量。做农场的一燕发现女儿在农场养得越来越像齐天大圣。曾开面包车到罗马的贝姨是贵阳的名人，刚刚闪婚的她在贵阳稳定下来。原始森林中崛起的城市森林，云上中国的大数据中心，被严重忽视的美食之都，茅台、辣酱与折耳根赋予这座城市一种低调的狂欢。亚洲第一神盘花果园的夜晚属于万人广场舞，文艺青年都不敢去，因为一跳就会上瘾。白天这里则是芦笙舞的天下，千年以来，贵州的少数民族都用音乐与酒欢迎朋友。肩膀可以甩起来。这是什么酒？我们家的米酒啊！我不会喝酒。野生与火辣隐藏于表面的稳重之下，这就是贵阳的味道。贾秀楼，明代起就是文化潮人的聚集地。哇，好舒服啊！贵阳南明河上最灵秀的地标。所以贵阳那首朗朗上口的歌，唱的就是“双双定义贵阳”。我觉得好像每个贵阳人都会唱，我猜。不如等一下我们去抓个路人，问他会不会唱。你好，你会唱《爽爽的贵阳》吗？哎，打脸打得这么快！请问一下，你有没有听过那个《爽爽的贵阳》这首歌？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贵阳这座宝藏城市，周深开启了一次特别的旅行。哎，请问你是哪位？哈，好恶心啊！哎，你会不会唱《爽爽的贵阳》这首歌？你要干什么？你会不会唱嘛？就也不是就会那2句嘛。你唱，你来一杯，走。绿绿的贵阳，爽爽的贵阳。哎呦，就这样吗？还有转音啊，好做作啊！我们大家一起吃个饭没？不。他拒绝了，好，拜拜，我找另外一个人。绿绿的贵阳，爽爽的贵阳。看见没有？真的每个人都会唱。周深拨通了高中时期学长的电话。天，好巧啊！最佳损友说的就是他们仨，一见面就掐。这都是人，有的要这么丢人吗？丢不丢人？我俩要动手。走，去吃饭。天，好浓啊！走。天，你们还是不是我朋友？是吗？做好心理准备哈。来吧，师傅，你们要去哪里？这事情。要看哪点，师傅？你的角度躺得很，是吧意思吗？天，他这躺的合理吗？今天开车的路线也是他们当年深夜压马路的路线。哎，这一点都没变哎，这就是我印象中的贵阳。周末，贝姨开车带着新婚妻子和爸爸到鸭池河郊游。城市离自然很近，在千元之城贵阳市内，仅森林公园就有几十个。其他城市的风景区对贵阳人来说就是家门口，是他们周末游泳、钓鱼、露营的地方，是生活的一部分。对于真正的旅行家来说，贵阳就是要这么玩。这能踩到？我慢慢就是直接扑腾下去，那一下就一个坎儿。哎，这水清。明天早上起来也是游个晨泳。它是那种峡谷，不行了吗？啊？有坑。啊！这管用吧？管用。钓好像钓那个癞蛤蟆呀。从贵阳开车到罗马。贝姨一度过着在路上的生活，城市定居对她更像是一种旅行。停不下来的她举办了几届露营音乐节，希望让故乡变得更有趣。就是其实我感觉，很多人都觉得不是贵阳人，
但是没有人比我更爱这个地方。欢迎来到贵阳的后花园，鸭翅后。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也许你不怎么认为。我之前罗马朋友问我贵阳多大，我说跟罗马一样大吧。他就说贵阳不能跟罗马一样大。我也会想那种小时候厂里那些夜晚，因为都是小的。天天赏月的人不会觉得月亮好看，就像住在海边的人也不会觉得大海很美一样。住在海边的人想看山，在山里的人期待海。看不到山又看不到海的人呢，真惨。他们住在沙漠，看不到山也看不到海的人住在沙漠，但是沙漠就是一片海。城市被群山环抱，自然的土壤对每个贵阳人都有特别的意义。农场主伊彦打开溶洞，像打开装满宝藏的神奇大门。对于游客，喀斯特地貌溶洞是景点；对于做酸汤的伊彦，溶洞恒温保湿，适合酸汤发酵，是不花钱的绝佳冻藏地点。酸汤已走向全国，吃货因此尝到了酸汤的风味。而贵州古代不产盐，需要以酸代盐，号称3天不吃酸，走路打蹿蹿。酸是美食，也曾是贵州人生命能量的来源。贵阳是一个喜欢发现和创造美食的城市。早饭来一碗长旺面，晚饭城门下烧烤摊，剩下的时间用五花八门的小吃填补空白。折耳根，外地人的噩梦，贵阳人的挚爱；脆哨，贵阳美食的黄金配角。今天伊彦进城找本地电商团队开发酸汤衍生品。接下来的美食风暴或许会是一趟味蕾上的云霄飞车。都搞了一点来嘛。我先少放一点，好，少放一点，差不多了。我感觉我身边每一个人都是大厨，就除了我以外。你负责生产大厨所需要的东西就好了呀。我只能吃。要不要我再撕一点辣椒进去？好啊，好啊，这点。来，我借我的手机。这个东西我估计可能只有在贵阳的菜场里面会这样卖的哈。我觉得吃酸汤没有木姜子，简直是真的没有灵魂。所以其实你觉得暗黑到底是折耳根还是木姜子啊？折耳根都不啊，我觉得都很好啊。哎，好一多出了一款折耳根的酸奶啊，哇，我都去申请了的。那我们喝点酒吧。好啊。最有酸汤酒，我有酸汤，最有酸汤酒，酸汤做的酒。没有，我觉得特别拉风。今天来酸汤的比拼，来酸汤比拼。然后我说，其实我们可以用红酸的方式，也做一个那种，就是像世涛一样的重口味的酒。酸汤啤酒，折耳根酸奶，对贵阳人来说，越暗黑越美味。你们可以尝一下我们农场的米酒，这个是去年酿的。我们家就是酒鬼型的，自己酿来自己喝的，酿全把斤。我妈说，你们是咋想的？真的有一段时间，我和我爹天天在农场蒸糯米饭。贵阳人几乎每家都自己酿酒做酸，酒和酸一样都不能少。因为那天说过了嘛，贵州的味道就应该是酸汤的味道。这个还有点，这个还有点意思啊。你要去往天口鸭嘴在那边啊？躲开青云路的火爆夜市，本地老饕会去老城卡卡角角的烧烤摊儿，因为店藏得太深，老同学打赌路痴周深开着导航也找不到。表妹，哦，到了，好晒。贵阳人吃任何东西都要配蘸水，蘸水里充满了你意想不到的味觉爆炸，可能让你欲罢不能，也可能让你脑壳疼。我有时候就是刷微博，就是刷到就是你换微博头像那个嘛，你有什么对你的粉丝宝贝说的吗？别管我，少管我天，太搞笑了吧！还有那个就是你在唱歌，然后人家下周女粉丝就是周深娶我，
是快递啊，我娶你。我觉得你真的好讨厌啊！聪明哦。可能这就是贵阳人。现在都一直很多人喊我做生的时候喊得我特别不舒服。对啊。但是。当然，可能他也不晓得这样。我一直在拒绝，人家一直在提，就会把场面变得很尴尬。所以有的时候我拒绝完一两次，干脆就好吧，你喊我什么都可以。对。那我们就叫你二狗子吧。其实也，如果我叫二狗子，可能就更红。而且每次一吃饭的时候，直奔主题就开始互怼啊。所以也不知道见面，为什么？就那就是我们的日常相处。真的，我们一起去苗寨千户苗寨那次，在火车上。好了，就在火车上，尿高了呀，尿高了呀啊，就在那乱叫，然后微博就搜到，周深今天在火车上遇见了他，好吵啊！他们看着好像很开心，但是真的好吵，就是这样的，就是从那一次之后，我们就觉得，因为那一刻他们其实都忘记了我已经出道了，而且那个特别尴尬的一刻就是我们在那遇到了一堆叔叔阿姨。那群叔叔阿姨就把我拉到一个角落，唱歌给我们听，唱歌给我们听，你要唱歌给我们听。我的朋友们呢，先走。没有，我们不是先走了，他们在旁边看，我们在旁边看，他们就在旁边唱嘛，你就唱嘛。然后我就在叔叔阿姨们中间给他们大家现唱了一首什么歌啊？《映山红》是吗？还是什么歌？我忘了。就对着千户苗寨，亮着灯，特别漂亮。我在那儿。啊，夜半三更遥，进行了一场文艺演出。我跟你说，但也从那一刻，我马上才突然发现，哎，好像他是一个出道过了的，就会发现啊，其实我们都是，我不知道你，但是我们至少是从那一次心态就变了。对，就后来我们也是适应了一段时间，就哎，好像是的，是要在外面，至少说是在外面还是要稍微注意那么一点吧，因为我不晓得，就像同事，你要处成朋友是很难的一件事情，特别难。应该讲是所有的工作人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好像是从工作开始，你的朋友就不会再增加，或者是很难增加。你看，就像贵阳，我来来去去，永远只有找这么几个。互相的理解应该是我们维持友谊最大的一个动力吧，我觉得。认真的，因为就是没有压力啊。这种友谊还蛮难得的。我们真的不是那种时不时一定要随时 online 聊天的那种，但就有的时候你在特定时期，你就会感觉你就会很想去跟他们吐槽。就也许你不是，有的时候你其实不是为了去吐槽完之后得到一个答案。就之前他们就说啊，看你好像感觉发展是不是越来越好，但是你自己心理压力会不会很大？但他们并不是想让你去找他们倾诉，他们想说是，如果你实在没有人去倾诉或怎么样的时候，你可以找我们。他们会时不时的说这样的话。对，但是很明显，我不需要他们。没有了，结账。没有了，就是我不是那个喜欢把自己那么多烦心的，是什么意思？我不是一个那么喜欢把自己那些压力丢给别人的人。对。就哪怕是我前2年我最压抑的时刻，我在外面我还是一样，哈哈，所有都自己回到家里去消化的。来，不要喝干酒。我们通过吃今天这顿饭，我们发现了贵阳人的特点。教练，你说应该怎么形容他？皮啊，叫皮的不太够，皮又不够形容啦。贵阳人就是那种特别讨厌的那种嘴贱，但是他又是人又是很 nice 特别幽默的人，很 nice 的讨厌的嘴贱，这是贵阳人的通性。就你也是这样啊？对不起。要做了，看见没？这就是贵阳人。掏钱嘛。真的，后面聊，哎，发现贵阳人是这个。还有什么别的觉得是贵阳人性格？那么我们就继续跟着我们继续探寻吧。天哪！就30度差不多的温度。曾开面包车到罗马，也曾走遍中国的海岸线。来自小河厂矿区的贝姨，在贵阳的文艺圈是个无人不知的酷男孩。在路上，面包车把人群聚集。在贵阳，贝姨也想做欧洲式的旧物市集，让全贵阳有趣的年轻人都在这儿相聚。所有朋友能聚到这儿来吗？现在是我们最昂的拍卖时间了，兄弟们，这个笔记本起拍价50块钱，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我是好，起拍，有没有 ？OK， 今天我们第2个拍卖的东西，
小五你在吗？布依族的基因在贝依心里流淌，旅途中邂逅不同的朋友，也让他与全世界相拥。今天朋友来家里吃饭，贝依刚结婚，几乎是同时，他妈妈车祸去世。大喜大悲之间，他们组成了一个新的3口之家。感谢李婵娟赐予我们食物。贝依，贵阳的名人。过气的。过气的没说。从小河开车开到罗马去的就是他。他开了一辆长安之星，他就去了。然后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你到底需要多少？你到底需要多少？我之前的这个状态，我总是觉得我需要很多，我需要达到了一个状态之后，我才可以去开始做那些可能我感兴趣的事。可能一般人就妥协了。我们总想着要拥有很多才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贝依没有等，他直接活成了我们想要成为的样子。那是一个安慰，那是一个借口。他的生活，他要想过什么的生活，那肯定是由着他。我们俩在那个百花湖那个城堡上面，啊，那天景色也特别美，已经夕阳西下了。然后呢，湖面上波光粼粼的，我们正好那个废弃那个城堡上，我们父子俩开始对话，就讨论一个，直接直奔主题，讨论死亡。很奇怪，这个话题按理说，我是永远不想在他面前去开这个口。他说，如果有一天我先你而去，我在路途当中或者是意外了，也就是命没了。我希望你1分钟都不要去悲伤，因为你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我可以说是在我内心里面，我一直没有虚度过光阴。我同样的跟你一样，我说如果哪一天在任何时候，如果我离开人世了，你也不要悲伤，因为我也是非常快乐的。所以当他妈妈出事的时候，妈妈去世后，贝依开车载着家人和朋友到海南找到一片最干净的海，把妈妈的骨灰撒入大海，晚上开 party 唱歌跳舞，用另一种方式纪念死亡。毕竟拥有这样的一个儿子，也是任何一个父母都会感到很骄傲的，因为他说这个天，这个家由我接管，就那原话的。贝依让人们在城市聚首，一雁逃离人群回到乡下。贵阳人在城市和自然的穿梭之中，打造自己的王国。叶璇，你要跟我们摘一点吗？有。农场是一雁生活的主场，这是很多城里人向往的生活。哇，你好棒啊！那是蚯蚓。你会洗菜吗，叶淑贤？啊？放假期间，2个孩子放养在农场，已经不愿再回市里，所以这里基本上是4个女人的天下，像声名远扬的老干妈一样，是女性撑起了贵阳的半边天。可以了，着了，他们很聪明的。等一下，我再抓一只黄色的。每个城里人都有一个田园梦，而真实的农场生活里，4个女人每天上演着一地鸡毛、尘土飞扬的农业喜剧。我要哭了。那个孩子生活费他没付过，然后我催过他2个月，他跟我说，他说2500块钱2个孩子用不完，让我记账给他看。我说你直接去法院告我说那个改离婚协议就行了。你跟我看似美好的田园梦背后，其实是和你我一样一团麻的人生，一样要面对谋生的艰难，生命中的沟坎。没有人的生活是容易的。就这种情况，至于。
我妈妈是农村来的，所以我对土地情有独钟，从小就喜欢。我爷爷小时候就叫我芬姐，叫他爸叫光哥。我家那2个孙，经常喊他阿公，杨林光，喊我胡家芬。小孩在创业吧，所以要艰苦一点。我们也要帮助她，她是一个很坚强的女孩，真的很坚强。哎，婚姻问题吧，不好说。自己一个人负担2个小孩了，有点恼火。这些不用聊，看得到。虽然没有表达，但胡阿姨一直默默地在旁边支持着女儿。每次依燕去城里做活动，胡阿姨都会跟她一起去。你可能以为贝姨是个待业的游牧民族，然而现实中她是一所私立中学的地理老师。目前她主要精力是在设计游学路线，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可以让人开阔。这是她的公路教育。大家坐近点，只有我们宿舍的大家住校这些朋友们在。对比这2个，一个视频，一个电台，有没有什么感受？然后为什么？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方式去传播自己的思想吧。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早点离开父母，早点成年，离开父母，学到更多东西，然后回来，该干嘛干嘛。这是不是所有人都在一个阶段会经历的？说一点啊，我觉得离开父母和爱他们没有不矛盾，这个一定要把握住。别我说恨他们我才离开他，这事儿有点费劲了。是吧？是吧？就是跟大家说，就是每个人在这个生命中某个阶段，都是想摆脱一个父母，因为我们就是在家里。外表叛逆的贝姨，其实对家庭有着温柔的感情。你也听不进他们的。她希望叛逆期的学生知道，自由和爱并不矛盾。天，这个车站牌没有变哎。吃完饭和老友走出来。母校就在附近，3个人决定回母校看看老师。哇，这是我读书时就在的地方。天，老板好像还没变。我怎么了，老板？我们怎么的？还有这家小卖部啊。隔壁不是有一家卖东西的吗？对，隔壁也有一家。天，这就是我的学生时代走的路。只有在贵阳，周深才能这样肆意的一句一个天，这是只有在故乡才有的放松和安全感。树都长高哦，我还没长高。对不起，没看你比高中时候高，没人区别。哦，这搬不回来啊，人家都先给你圆回来，你为啥不给他个机会？和原点的地方变。但我一直都以为我很矮，直到我遇到了你们。我就现在要找攻击的，你看嘛，你这。我们现在进得去吧？猜，你给试下嘛。天太矮了。天，这太吃亏了。3、2、1。再来张狠的吗？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学长周深。毫无防备，见老师变成了学弟学妹的见面会。这里也是他梦想最初的起点。是我当时参加校园10佳歌手的舞台，然后又回到自己的母校，又回到自己的这个梦最初开始的那个舞台。然后那时候穿的也是跟大家一模一样的校服，然后也是放的那个就是喇叭。一下会呲爆掉的那个音响，当然，校长们，我不是在吐槽设备，因为这设备真的不适合唱歌。我也不太明白为什么当时我们10大歌手会在这儿比。那我不知道说什么，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我的3巡什么时候？3巡什么时候？你考完试之后，就等疫情全部过去之后吧，而且一定会想回到贵阳来，对。怎样才能抢到你的微博前排啊？少看电视，少玩手机，多读书，好不好？我以前成绩怎么样？我听不见这个问题。好
好扎心哦。首先成绩肯定不会很差，如果很差也不会到6中来。每个人都有一个低谷和那个低谷期，然后我想问你在那段时期是凭借着什么样的信念或者什么样的一个爱好去把自己的梦想坚持下来？因为我觉得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我们也很需要这个东西。没有，谢谢你。因为其实怎么说呢，刚出道的前3年是我的低谷期，因为那个时候我会发现我作为一个歌手，但是我没有自己的作品，我没有一个可以唱更多地方、更多歌曲的舞台，哪怕那边那种可能大家会觉得无法想象到的舞台，我都是去过的，可能像街边呢，或者怎么样。到现在我可能可以开自己的演唱会，所以一定是会有低谷期的。但是怎么度过呢？庸人自扰，那些问题真的是你自己给自己造成的。所以我觉得低谷期不要害怕，每个人都会有。还是那句话，跟自己和解。作为歌手，开过无数见面会，但是学弟学妹的困惑最打动他。今天周深的话很多，因为回答他们，就像回答那个17岁的自己。能够好好的在我们6中度过青春特别美好的这3年，我们只要做好自己，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毅着去努力，请大家相信我一定是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不知道它是不是鸡汤，但是我虽然现在没有很成功吧，但是我现在很开心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因为我也是这样一直努力做到的。谢谢大家，谢谢你们认识我，谢谢。有一个特点，我发现好像贵阳人都有，就是突然大家聊天内容里面出现了一句类似歌词的东西，你就会把它唱出来。因为大家真的很爱没事就唱起歌来，比如像自己有些唱法，在歌里面的唱法，有的时候都比较像少数民族。搁在夜郎谷，在跟他们一起玩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有的人的发声方式，我发现怎么我的发声方式跟他们有点像？我在想说会不会也是我小时候听到的一些，可能我已经忘记了，但是对我来说对唱歌有影响，这都是冥冥之中去影响到的，就这些东西你都注意不到。贵阳是少数民族聚居地，能歌善舞也变成了这座城市的基因。贵阳高坡苗寨，大家正在载歌载舞，很多苗族古歌里都有关于苗人祖先迁徙的歌咏之词。它有一套面对生死的一套仪式，一些认知的东西在里面啊。洞葬正是先人一代一代梦想重返故土，以便扶柩还乡的方式。族人逢年过节便有跳洞，在洞中跳芦笙舞狂欢，让逝者得以因生者而喜悦。有一种世外桃源叫贵州寨子，苗寨是激情的，侗寨是柔情的。端午节粽子销售季到了，一燕开车300公里来侗寨拉做徽粽的糯米。侗寨被大山环抱，依水而兴，上百年的木质建筑比比皆是，安静中听得到虫鸣鸟叫，是都市人心目中的田园牧歌。村民只吃本地糯米，认为本村香河糯是世界上最好的糯米。一燕最初卖粽子，也是为了帮这里的村民卖米。这是才打的吗？都还是烫的。你闻了，香不香？香的。都是新米的，很香。会闻。对于拳头上能立人、胳膊上跑马的贵州女汉子来说，扛米是件小差事。我看我提不提得动86斤的？可以。不是一燕好强，是因为爸爸越来越老，他要把自己锻炼成农场最壮的劳动力。我真的现在是力气越来越大了。我们杨大哥，我爸吗？哎，我爸米越来越厉害，我爸不行了。现在我看你爸也不行了。你们是还有多久过寒天节？我们还要3个月的时间。对啊，你们是6月15，农历6月15。对啊。我们今年一定要来过寒，如果没有不准我们来，我们还是想来。到时候再通知吧。好的。我坐这个车哈，我坐一下我。一燕坐在装满粮食的敞篷车后面，像大将巡视战场一样，
巡视自己合作的村庄。那个绿色的拖拉机旁边，可以了哈。吴大哥，你这个是我们用香可乐酿的，啊，你拿回去尝一下啊。我泡了刺梨的，这个去年做的，尝一下。好，谢谢。试试。结束了公事，喝酒唱侗族大歌才是正经事儿。对一燕来说，卖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跟村民的交情，还有一起喝酒。你们在这干啥？你们在干嘛吗？那儿啊？我们要拍抖音啊，博主。晚上被摄影师开车送回来的一燕带着醉意，投入下一场欢乐。你们真棒！过来，杨欣啊，在这里坐着，看着妈妈。注意你的手不要这样甩，送给你，这样送给你，看到没有？这首歌不用笑，这是谁？哈，这首歌唱的有点沧桑，有点忧伤那种感觉。开始了。抬头挺胸深呼，深呼肚子。拍抖音最初是想卖农产品，但粉丝不多，但他们也不在乎，卖不卖产品不重要，欢乐本身更重要。就把这首歌送给老阿婆。好搞笑哦！你们好可爱哦，杨香，你太可爱了。你眼睛往上瞟，会刚好看到这个帽檐，这个头盔的帽檐。我的眼里只有我的刘海。那我们可以看到远处那里其实也有一个洞穴，看没？贵州2/3的面积是喀斯特地貌，由此产生了独特的溶洞王国。在贵阳有这么一群探洞者，为了探洞，他们学会了专业测绘、攀岩、潜水、划皮划艇。今天他们带周深一起探寻贵阳的一个原生态溶洞。哦，好凉快啊！我这就空调了吗？14度。然后现在包括带路呗，现在我们要爬一座山。那么这种台阶是哪个看出来的？比如说像以前他们躲避土匪的时候呢。哦，躲避安全。和人们想象的恐怖阴森不同，洞里面不冷不热，还有种特别的安慰人心的寂静。哦，这它是一摩擦。好，你现在可以看到你后面。洞穴曾是人类最早的栖身之地，走在里面像走过人类的另一个生存空间。哎，这是动物啊？这是刚才你看到过的。这刚刚你已经看到过。有啥动物啊？死了。啊。变成了这个。它你都有点像冬虫夏草，它有真菌从它身体都长出来。哇，好漂亮啊！咋感觉像是像个工艺品或者是对，像个水钻的啊，对，像水钻一样。有点毛骨悚然感觉哈，现在又不是特那种好看那种状态。你小心点东西。没事儿。我小知道根本就不用爬。哇！小石头，嘴你的背上 ，OK， 继续。我们现在到达了这个地方，是一个大洞厅。哦，混响很好。然后下面是一个比较浅的一个地下水潭。我们要准备穿越过去。
从这边踩过去。嗯，回去从中间踩过去。啊，真的好说唱歌。我觉得那些盗墓笔记都应该来这边拍。我觉得每一步都会来这边。很多洞都很适合他们。不要踩那边，直接踩水头。你看这个水，现在被踩浑的这个。哇！就像一个沙尘暴的一个慢动作一样。哇，好看哎！哇！就很慢很慢的慢动作。好啊！想你是你在天边，想你是你在眼前，想你是你在脑海，想你是你在梦天。你要相信我们今生有缘，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远。在存在了几千万年的大山心脏深处唱歌，这样的体验将会一生难忘。哇，这多大一个石柱呀！这是一个大型的一个石笋，他们马上上的应该要年终了吧？可能还要隔个200年吧。不止，每100年生长3厘米。我今生是看不到他们相遇啊，可能几辈子都看不到。洞穴里面时间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快，而且也并没有觉得在里面有度过了3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然后的确在里面发现了很多很难想象是大自然经过成千上万年或者几十万年或者几百万年形成的，然后会被震惊到吧。他们说的一句话我特别喜欢，他们说他们是来探险的，不是来冒险，他们还是一直保持着一种就是他要保护这个景观的心态去探险。所以我们会看见一路上的垃圾，他们都会带走。跟他们的交谈当中，你会发现他们对这个事业的热爱，而且他们想去保护好这样一个生态的那种心情。所以我觉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还是有这个说法，还是很有道理的。贵阳真的是个宝藏城市，因为大家对贵阳的了解太少了，甚至有人只是模糊的对贵阳有印象。但是我觉得好像我身边来过贵阳的人，大家都会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大家看到的真的只是冰山一角，来贵阳有趣真的是会非常非常的有趣的，越了解，会反而对你来说的吸引力会越大。每个生活在这里的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记录着贵阳，从新贵阳聚集的花果园，到老贵阳的九门四阁，用方言写公众号的老杨每天记录着这座城市的变迁。巧儿经常驻扎村寨，向老绣娘讨教工艺。她收集的少数民族服饰多到做成了一个博物馆。苗族的传统节日4月8，人们载歌载舞祭奠祖先，期盼来年风调雨顺。到我们苗家来，它首先有几点，就是大碗的喝酒，大块的吃肉，还有大口的吃花糯米饭。去苗乡吃长桌宴，苗族骨骼整理者蝶桂带上了女儿，她希望她能记住自己是谁，记住苗族的传统。大脑壳荤，然后还有甜嘛，对不对？为什么贵州哪里都有粮当酒？长桌宴的酒香蔓延到了城市，和悦的小酒馆推动了贵阳的中式小酒馆风潮。2个最重要的原因，一个是贵州的那个地理文化，贵州是喀斯特地貌，喀斯特地貌饱含了大量的微生物资源，然后这个就让发酵出更多的味道。然后第2个就是因为糯米，就是今天有35斤酒，喝完才能走。哇，我这导向太低了，就没有你那个长岛的感觉在。在贵阳的拍摄中，我们遇到了一个喝很多酒、搬很重的米、独立乐观的农场主伊燕。你们离的这个米做的酒啊，我们那时候伊燕拿出了自己酿的米酒，节日的兴致因此燃到高潮。问2句是没问题的哈。
来，法英，你敬酒啊！我们遇到了一个不会说贵阳话，却认为自己最爱贵阳的人，贝。哦，这是可以叠加。这次他想带妻子看看自己长大的183老厂。这儿原来是菜场和放电影的地方，你看他们原来住的。这儿也是贵阳作为3线建设城市的一段历史。这一栋，这是家属区，常在那栋。我们听到了周深在溶洞深处的天籁。还发现他是一个说到贵阳美食就滔滔不绝的吃货。我们吃了酸汤鱼、老素粉、小豆腐和肠旺面。我们登上高山，深入溶洞，谈论了死亡、大海、爱与自由。我们喝了无数的酒，触碰到许多有趣的灵魂。我们相信，一定还有更多的奇妙之处藏在这座城市的角角落落。这些有趣的灵魂告诉我们，不要等待，直接跳进酒里，直接跳进生活。你不需要太多，也可以活成你想成为的样子。更多节目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